天我要用南瓜和香菇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大家会不会在厨房做完菜，衣服都湿了，热得没胃口，常常吃不下饭？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道简单做一做，吃起来清爽健康又有饱足感的，大人和小孩都会很喜欢的家常菜料理——南瓜素鸡肉煎饼。做菜前，先来跟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第二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菜色、新食谱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 点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南瓜和香菇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100克的南瓜，南瓜因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名字。像是有倭瓜、麦瓜、番瓜、金冬瓜等等。在台湾1年4季都有南瓜，但是南瓜的盛产季在几月？大家知道吗？在每年的3月至10月。南瓜的形状很多，大家喜欢买什么形状的南瓜呢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把南瓜切成片状，再切成短短的细丝状，不要切得太长的丝状。之前有网友跟我分享说，他把南瓜挖掉的种子用烤箱烤一烤后，就变成了零嘴吃的南瓜子。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。把南瓜放入盘中，先准备大约3片高丽菜，清洗干净后，把高丽菜切成粗条状。换一个方向，切成正方形的大小。高丽菜有强大的植化素，可以抗氧化，还含有维生素 U， 可以修复黏膜，缓解胃不适，所以有人说是厨房里的胃药。把高丽菜放入盘中，青菜准备30克左右，把青菜的叶子去掉，切成像这样碎末状，主要是增香。把青菜放入盘中。先把外皮削掉。红萝卜如果有买到小条的，就用1条切成片状。我今天的红萝卜买到比较大根的，所以用1/3条就够了，大概30克左右。接着切成细条状，换一个方向切成丁状，切得越细越好。红萝卜如果颗粒太大，做煎饼口感会不好。红萝卜放入盘中，接下来磨少许的姜泥，大约1茶匙的分量。准备1条杏鲍菇，把杏鲍菇撕成丝状，这样可以模仿鸡胸肉丝。可以剥开成粗条状后，再慢慢的从边缘开始撕，这样会比较好撕。把杏鲍菇放入盘中，香菇的部分可以选用这种新鲜的香菇，切碎之后会提升煎饼的鲜味。要用金针菇也是可以，这2种菇都可以提升食材的鲜味。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200克豆腐，放进纱布袋里面挤干水分。有加入豆腐泥，可以让煎饼煎出来有一种豆香的味道，而且也可以增加湿润感。把豆腐泥放入碗中。我们的材料都切好了，现在把所有的材料都混合在一起：南瓜、高丽菜、红萝卜、杏鲍菇、香菇、姜泥。芹菜半茶匙黑盐，半茶匙糖，1/4茶匙白胡椒粉，1汤匙白芝麻油。现在给它混拌均匀。因为这些蔬菜都没有油脂，所以加入白芝麻油除了增加香气，还可以让口感变得滑顺。所有食材都混拌均匀了，现在加入20克的地瓜粉，40克中筋面粉。地瓜粉可以增加脆口的口感，所以别忘了一定要加一点点进来才会好吃。分次放入50cc 的水，
不停的翻拌，翻拌成像这样子有点粘稠状就可以了。现在可以来煎煎饼了，锅内放入油，用汤匙挖一球，稍微在手上塑形一下，放上来。可以用一个汤勺压平煎饼，汤勺要抹一点油，才不会粘黏。我大概压的厚度是1公分，有一点厚度，但也不是太薄。中小火慢慢的煎，这样才可以煎得透。不定时的检查看看是不是煎成金黄色了。现在这一面已经煎成金黄色了。来翻面煎，煎饼千万不要翻来翻去，免得很容易破掉或散掉了。现在两面都煎成金黄色了，可以再用筷子在表面轻轻的压压看，确认一下是不是软软的。如果还是软软的，就表示还没有熟。现在看起来都熟了，可以关火取出。煎饼煎好了，现在来准备一些搭配煎饼的蔬菜。我很喜欢小黄瓜，搭配各种炸物啊、煎饼类啊、三明治或是蔬菜沙拉都很适合。用这种蔬菜削铅笔机随意的转一下，就可以有漂亮卷卷的小黄瓜条了。番茄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用小番茄。今天我准备的是炒菜的大番茄，对半切成4等份，装饰用。来试吃素食南瓜鸡肉煎饼，哇，软软 Q Q 的，你们看，很滑顺，南瓜很甜，好吃。高丽菜吃起来脆脆的，搭配那个底下的小黄瓜、生菜一起吃。很清爽，脆脆的，再配些小番茄或是大番茄解腻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和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哇，吃这样一盘就会饱了。